千万不要轻易去追剩女。为啥？因为他们有4大绝技，你要是能破，你再去追。第一，高标准，低能力，他自己可能一个月就挣几千块钱，还盼着找一个几万块钱的男神。第二呢，嘴硬，心也硬，他没有公主命，但是他非要摆个公主的谱。第三，超级自私，年纪大了，标准还不下降，好像这个事儿就应该如此。第四，绝顶双标，他想找高富帅就很正常，男人想找白富美就是想吃软饭，好像他找个有钱人就不算吃软饭了。说白了吧，这么多毛病的人，你敢接盘吗？我今天要说个事实哈，有的人你别不爱听，在北京你去找那些大机构相亲，我也承认资源人家确实很多，比我们这种做个人 IP 的多了，但是为什么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还是找不到呢？你还傻乎乎的去续费，一次又一次哈，继续找，最后你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钱都白花了。有的人花的钱可能都能买一台车了。你找到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吗？我先不告诉你哈，后面再说。之前呀，还有人找我哈，沟通了 N 次，我给他做好了择偶定位、相亲心态建设，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则都是大实话，都是经验，人家可能不爱听。我说的可能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方向，他就不甘心了。出门的时候呢，还万分感激哈，结果第二天发信息啊，发现被他拉黑了。然后呢，过了几个月呢，他又绕一圈回来，又来找我哈，重新加微信问我一堆问题，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就想说哈，你就是活该被人家骗的命，谁让你爱听好听的呢？人家为了收你的钱，说点你爱听的，又不会掉几斤肉，顺着你的意愿说，不好吗？只要你愿意掏钱，你想听什么啊，人家就说什么，你想怎么找，人家都说 OK， 甚至可以把你的笔画得更大一点，只要钱从你的兜里掏出来的目的达到就行了。最后你会发现，跟你沟通的是个销售，等你把钱交完了之后，给你服务的又是个陌生的红娘，根本就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这个红娘的水平怎么样，但是你的钱都交过了呀，你就成了菜板上的肉了，任人宰割。而且你按照自己的意愿找，结果你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人就是哈，真话你听不进去啊，还对为他好的人有了敌意，最后呢，自己被那些说好听话的地方给坑了。回来又想起我来了，真的，你要想好好找个对象结婚，你就是得听听专业红娘给你的建议啊，而不是那些销售的口舌如簧，说的天花乱坠，他只是为了收你的钱，你搞清楚。最后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虽然我也收钱，但是我最起码我跟你说实话呀，让你真的找到人结婚呢，我凭良心做呀。你要做冤大头，谁能拦着你呢？对吗？见过这样的约会对白吗？有2个刚刚认识没几天的人哈，有一天他们约会完了，这个男的呢就跟这个女的说，我挺喜欢你的，我觉得我爱上你了，你觉得我怎么样啊？这个女生就说哈，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男的说，那既然这样，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回去啊？结果这个女生就说了哈，好啊，不回去的话也可以，那你先给我转账吧。这男的呀立马就提高警觉了哈，什么转账？不是，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都这么物质啊？现在咱俩才认识几天呀，你就让我给你转账，你觉得合适吗？这女孩说，原来你知道我们才认识几天呀，你什么都还没付出呢，你就让我晚上不要回去了，那你觉得合适吗？他们到底谁对谁错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这样的女生你会选择吗？北京本地姑娘，27岁，身高呢1.68米，身材匀称，在体制内工作，硕士学历，父母都在国企，原生家庭，独生女，自己名下有一套房产和一辆代步车。姑娘长得很秀气哈，不算特别美那种，但是很恬静可爱，性格很开朗，说话稍微有一点点直接啊。就谈过1次恋爱，还是在学校的时候。现在呢，她就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生，身高1.78米以上，她觉得这是最合适的身高，比较搭嘛。学历呢本科以上就可以，如果是北京本地的男生，最好呢这个男生家里有房子有车子啊，因为他们家也有嘛。那如果是外地男生的话，最好在北京呢能首付买个房子啊，年收入呢在30万以上就可以了。当然收入方面高一点也没有问题哈，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条件哈，不管是北京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男生，他们家是不要彩礼的，但是他是有嫁妆的。不过呢，这个嫁妆哈，婚后一定要由他自己来管理和支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同意他的这个要求吗？前段时间呢，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上野千鹤子75岁了，她是未婚未育，是日本女性主义的推动者
在整个日本和亚洲都非常有影响力。然后呢，前段时间和北大的3个女生呢夜谈，本来大家非常渴望能碰撞出一些智慧的火花嘛，结果呢，他们的交谈被全网群嘲。这3个女生一上来就问上野千鹤子女士，你为什么不结婚？你是被男人伤害过吗？你为什么不结婚？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有问题吗？你为什么不生小孩？是因为你不想负责任吗？他们都觉得女人不结婚就是被男人伤害过，女人的价值呢，只能因为男人娶你，或者男人给你一段婚姻。这个认知太可怕了，而且这种认知不是男人有，是大多数的女人她也有。真正的女性主义是什么？女人可以选择婚姻，也可以选择自由的结束这段婚姻，也可以选择不结婚。比如说一个男人他的事业很成功，然后呢他不选择婚姻，那他单身了一辈子，别人就会说哇塞你好潇洒。可是当一个女人事业成功，她不选择婚姻，别人就会说你的幸福都是装的吧，你再有钱又怎么样呢？你的事业再成功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晚上肯定又寂寞又孤独。太可怕了，你知道吗？这种认知很多时候不是男的有的很多时候是女人她自己也是这么认知的。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说女权，而是女性和男性她拥有一样的选择权。如果一个女人成功了，别人就会问，那你那么成功是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呀？充满了歧视也就是说呢，只要你没有平衡家庭你就是失败的。这个就叫 PUA。 今天我们已经走入信息化了，我们已经走入移动互联网了，我们的女性怎么还自己在 PUA 自己呢？在你们的认知中，一个女人陪伴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走进婚姻，这个女人她就是最大的失败。真正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了，这是对现代女性最大的打压。咱们说对吗？今天北京有一位资产过亿的70后离婚大哥他有一个孩子跟对方的。今天他突然私信跟我说，他想找一个25岁以下的女孩，长相得漂亮，身材要好，个子高一点，能给他生孩子就行。这个大哥有一个很奇特的要求，他不想领证可以给女生足够的生活费。如果非要领证的话，他要求这个女生必须跟他做婚前财产公证。大家觉得他能找到这样的姑娘吗？这里是在北京。今天心情不太好，有点沉重，睡不着觉了。你们知道吗？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挺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第一个就是百度的无人驾驶萝卜快跑在武汉试点，现在它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网约车司机1天的订单量，而且呢价格只要几块钱。不管你承不承认，价格战真的是已经打响了。现在的年轻人确确实实消费降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在这种存量竞争的环境之下，我们到底应该选什么呢？就拿我们婚恋行业来说，去年每个月做10万的营业额，利润呢还可以养家糊口。但是今年呢，我觉得我拼了命做到10万营业额，都还入不敷出。我觉得未来各种服务行业都会非常卷的。但是我还是坚信一个道理，只要用心对待自己的客户，把大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给出最好的服务体验。其实婚恋最大的难点是成功率。只要是我能把自己的口碑做好，提高我的精准匹配度和恋爱辅导成功率，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我这里拿到结果的。你们相信吗？来支持我一下吧。科技是让人进步的，而不是把人卷到失业。大家说对吗？你们看现在无人汽车、无人快递、无人外卖、无人办公以后会不会出现无人城市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人类过得越来越好，而不是把人类卷到失业，卷到没有收入。如果是这样的话，科技它不进步也罢，是不是？到最后人类是不是还要沦为给这些机器人服务呢？我们来天天清洗这些机器，我们天天来维修这些机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科技进步的意义是什么？我在北京做了12年婚恋了我感觉现在高科技人工智能就是应该取缔那些高危险、高强度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工作岗位，而不是来蚕食普通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的。你们大家认同吗？大家觉得这样的男生是正常的吗？有一个30岁的北京男生海外留学回来的，原生家庭父亲做生意的，母亲在体制内，北京有房有车，中产家庭，他自己身高1.88米，在一家央企负责项目管理，还挺清秀的瘦高型身材。之前在海外呢，也是在全球500强企业工作，去年刚刚回国的。家里呢就催他找对象，结果他发现国内的姑娘找对象谈恋爱要求挺多的，首当其冲就是谈物质条件，
第二呢，男生能不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第三呢，要衡量男生有没有付出意识。唯一不谈到就是有没有爱情啊，人品性格怎么样，只字不提他能给男生提供什么。所以呢，他来找对象啊，他就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点，必须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姑娘哈，最好是门当户对的。第二呢，要会做家务啊，会做饭，他不一定天天得做，但是啊，他得会。第三呢，婚后的家庭开支呢，尽可能 AA 制，大家共同付出。第四点呢，最重要，他不找同居过的女生。大家觉得这个男生的要求正常吗？最近我真的快憋出毛病来了，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就是想白嫖啊。有3种人哈，你不要来找我找对象啊，你不要找我，好吧？真的非常浪费时间。第一种就是你连真实信息都不愿意提供的，你怕泄露信息的话，就不要在网上找了啊！我真的真心劝你哦，我得对得起那些人家真心给我提供过资料信息的粉丝，我不可能给他们介绍一个连信息都不愿意给我的人吧。所以咱们要诚信换诚信哈，没有诚信咱就别往一块凑了，好吧？第二种啊，就是那种一毛不拔的。你如果觉得1对1私人定制价格有点高啊，我能理解嘛，对吧？你说你想参加活动就2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你都说你要考虑考虑，我这个我就真的理解不了哈。我这里哪里有什么免费活动啊，我们也要掏钱的呀。没有为别人的劳动有付出意识的人，真的你不值得我给你付出啊，也不值得我为你服务。第三种就是画大饼的啊，我说了好多遍了啊，我们做红娘其实都10多年了，真正收到过谢梅的红包屈指可数啊，我见的太多了，都是马后炮啊！你给我介绍一个吧，我要是成了，我给你个大红包。而现实呢，说这种话的人啊，真的特别的多，真正能兑现承诺的人啊，寥寥无几。我又不是没有被这种大饼砸过啊，说这种话的，真的你也省省心，好吧？咱们呢都攒攒力气，干好自己各自的活儿啊，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好吧？你们知不知道，在北京啊，本地女孩啊，她对自己的择偶标准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她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北京本地男孩结婚，因为这样感觉更对味儿。他们觉得北京男孩啊，要娶个北京女孩才是正常的。但是有趣的是，北京的男孩啊，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那么挑剔，他们觉得只要是女孩子对自己好，不管是哪儿的人都无所谓。这个就是让很多北京女孩对他们有种小意见。他们甚至都开玩笑说，如果你娶了一个外地的，你们家一定会成为北京办事处的，他们家那些亲戚的事情全部都会跑到你头上来。但是有很多北京的男生呢，他们不在意这个，而且很多的外地女生她也愿意嫁给北京男孩，毕竟北京男生嘛，性格也比较直接，生活呢也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是因为他们就在皇城根下长大嘛，对生活呢也挺满足的。我认识不少北京男生，他们真的都是这种心态，基本上没有什么晚婚晚育的人。你看哈，这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哈，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关系？当一个女人说我们还是分手吧，但是她其实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哈，她其实就是希望你去哄哄她。但是当一个男人说我们还是分手吧，那么他呢是认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男人和女人当他们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女生想的就是那我们既然都已经那啥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你的人了？咱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呀？是不是关系也就正式开始了，对吧？女生觉得这时候是开始，而男生呢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哎呀，终于给拿下了，好像也不过如此嘛，这个游戏是不是也该结束了呀？下一秒想想怎么去金蝉脱壳，后面可能还会更好的。大家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不想再多养一头猪了。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吧，当时真的给我笑喷了都今天我讲的这个呀，是个现实版的真事儿。上个月呢，我给一个89年的男生介绍对象嘛，他们家里还真就是养猪的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家里还挺有钱，在北京呢有2套房产2辆车，男生自己呢也上的是985大学，人也挺聪明的。但是这个男生他比较低调，希望呢自己能找一个朴实一点的，能踏实过日子的女的，不那么物质的姑娘哈。结果太不巧了，那天呢跟他相亲的姑娘一上来就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房子、车子、收入、存款、资产等等问了一溜够，完全暴露了自己物质女的那副嘴脸。所以这个男生就说了，我没房我也没车，我也没啥资产，家里边就是养猪的。于是这姑娘气得不行了当场就炸了，说什么你家里养猪的，那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嫁给一个养猪的人，这个条件怎么配得上我的高学历呢？后来
这个女的就跑来质问我哈，她说你不是说他们家里做生意的挺有钱的吗？有房有车的，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于是哈，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把男生啊给我提交的那些房产证明、收入证明哈，全部给他看了一下。我还告诉他啊，是因为他没看上你，所以啊才跟你说这些的。这回这个姑娘一下子就泄气了哈，说那怎么就没看上我呢？当时她看资料的时候不还挺想认识一下的吗？我说你知道吗？跟一个相亲男的去问他的房产资产存款的时候，就跟一个相亲男生在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怀过几次孕是一样的道理，非常令人下头，你知道吗？这回他真的后悔了啊！结果呢，回去之后呢，又去联系那个男生，结果人家就给他回了一句话：抱歉哈，我们家就是养猪的，但是我不想再多养一头了。大家说是不是很尴尬嘛？吴三桂想翻身啊，到底有多难呢？这个事儿哈，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北京有一个大龄未婚女嘛，她35岁了哈，没房没车也没存款，在一家私企里边打工。最近呢，她的一个邻居啊，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跟她一样大啊。这位邻居阿姨啊，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红娘，就是觉得这俩人呢还不错啊，给他们撮合一下，所以呢，就并没有跟他们两个去讲清楚彼此的条件和要求。就让他们俩自己去见面试试感觉嘛。结果这两个人啊，还真的就约着见面了。男的呢，就问这个女的哈，你是什么条件呀？女的说，我啊，没房没车，也没什么存款，普通打工的，一个月大概就挣5000多啊，也不怎么够花。现在北京租个房子也挺贵的。然后这男的马上就接过来说了哈，那还不错呀，那咱俩应该挺合适的，还比较般配。女的说，我还不清楚你是什么情况呢，这怎么就般配了呢？男的说，因为我也没房没车呀，我也没有什么存款，我一个月大概收入也是5000多，咱俩不都是三无产品吗？这不还挺门当户对的吗？如果你各方面都比我强，那我不是怕你也看不上我吗？结果这个女的就说了哈，那你想多了哈，我们女的啊都是慕强的，你要是啥的跟我一样，那还有什么能吸引我呢？然后她把头啊扭到一边去说，我觉得咱俩可不般配。结果这个男的呀也就不示弱了哈，他说，那我懂了，你说的慕强不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好的呗，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想找个什么都有的。女的说，可不是嘛，有钱的男人他又不看女的有没有钱，他只考虑这个女的够不够年轻漂亮就可以了呀。然后这个男的说，那你都35岁了，还谈得上年轻漂亮吗？女的说，只要男的能给我50万彩礼啊，我嫁给谁都可以的，你拿得出来吗？结果这男的就说，你25岁的时候都没把自己嫁出去，你现在都35岁了，你还想找个条件好的？如果年轻貌美是你的财富，那你的财富不是天天都在贬值吗？你难道没有发现现在出来跟你相亲的基本上已经没有条件好的了吗？你就别装了，也别端着了啊，我的老姐姐。大家说啊，这个男的到底说的对不对呢？千万别说我不懂你哈，大概啊所有的男生都想找个这样的女生。你希望找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子，她没有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爱慕虚荣，也没有暧昧不清的异性朋友，她的三观超正，热爱生活，待人温柔体贴，她有很干净的社交圈子，不泡吧，不去夜店，有的时候呢天真可爱，有的时候又有点傻乎乎的，喜欢天天黏着你啊，分享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她这种单纯可爱的样子啊，都让你着迷。我说的对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啊对结婚真的没啥兴趣了，原因还真的不少。今天我来给大家分析几点哈。第一，社会压力和婚姻观念在变化。以前呢，结婚生子是必须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更讲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很多人呢都觉得哈，婚姻它是一种束缚，不愿意为了结婚而结婚。毕竟呢，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多样化了，怎么快乐怎么过呗。第二呢，就是经济压力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真的背着很大的压力，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希望多赚点钱，事业有成才更有价值。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干脆就先缓缓再说呗。好多的人都是这么把自己给拖大了，索性这就不结婚了。第三呢，就是社交方式和交友圈子的变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我们认识朋友变得更容易了。
不再需要通过结婚啊建立这种深厚的关系。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帮兴趣相投的小伙伴，日子过得呀也挺嗨的。他们觉得这比婚姻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多得多啊。第四呢，就是个人选择和价值观的不同。有的人他就喜欢单身生活，觉得自由自在的更开心，更专注于自我成长和各种体验，而不是把自己绑在家庭和婚姻的责任上，太累了。总之，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理由呢，真的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社会、经济到文化、个人，各种因素都有。你怎么看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不想结婚的小伙伴？欢迎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哦。